AM107.7，这里是临江广播台，全体市民请注意，不要靠近异常封锁区，非必要减少外。长官，叶林，男，18岁，家庭关系不明。调查显示，你受命于一所神秘组织。这个组织在各地都留下过蛛丝马迹，我很怀疑这次的事件与你们有关。依最终裁定，你将在6月16日接受极刑。什么事件？我听不懂。再说，就算真要处决，那也是卫队的事，哪轮得到你们特调？装也装得像点儿。装！小子，我劝你别太嚣张。你情况特殊，判下来就归我们管。判？我不认为你手上的是处置令。处置令从下发到现在，最多打开3次。你那份边角都起毛了。公文纸边缘锋利，整体偏硬，你那份明显软了不少，只能是便于翻看的档案用纸。拿处决威胁我，又反复翻我的档案，看样子你们有事找我。外面出事了，对吗？我猜时间是1个星期前。不过我很好奇，你们找我干嘛？先说，你凭什么认为外面出了事？又凭什么认为是1个星期前？很简单，6天前，走廊上的晚间播报不播了，那玩意儿雷打不动，每天都放。晚间播报不让听，说明外面有消息不能让犯人知道，以免引发混乱。3天前饭菜也变难吃了，蔬菜也没那么新鲜。求索伙食走专线，冷库里的货用了3天还补不上，只可能是周边出事，采购出了问题。当然，电视也可能是坏了，厨子也可以偷懒。但你身上有2种烟味，一种是东南常见的辛辣卷烟，另一种是西南常见的木香雪茄。2种烟的产地相隔很远，平时很难同时粘在一个人身上。继续。特调为了避免暴露，平时只抽大陆货，烟味重成这样，你跟那群人至少在一间屋里待了8小时。抽烟的人不可能是他下级，他自己不抽，却忍着2种烟味在身边混了整晚。以他的身份，在那场会上也排不上戏。封锁消息，供应中断，来自不同区域的负责人开了至少8小时的会。外面的异常，大概1周前开始，范围恐怕不止临江。说真的，我挺好奇外面到底发生了什么。要是特别危险，你至少得给我。你很聪明，我们的确需要你，不过不用再猜了，到地方你自然会明白。但凡你能活着出来，我们不但会给你自由，你想要的东西也会一并给你。重大立功也不过减个10年8年，对方敢这么说，我要去的地方怕是极度危险。带走。该死，外面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喂，小寸头，你身上那2把枪也给我1把。你能看见？你怎么知道我身上有2把枪？别紧张，看不见，放松点儿，我们现在可是队友。你不会告诉我，真有粽子出现在市区吧？我就是个打酱油的，真有粽子，我可对付不了。你连我们要去市区都知道，所以究竟是什么？少说废话，到了你就知道了。检测到试考对象，捕捉开始，3秒后传送至考试现场。快把枪给我！3、2、1。黄良不在，好消息，枪还在。按照黄良上车前的状态生成，这把77制里一共8发。这些失踪青年来自不同地区。按6天来的社会异常推算，
被卷进来的人可能已经超过1000万。看样子都是新人，第一次参加考试。我叫贺征，替你们介绍一下规则。欢迎进入死亡轮回。考试内容全换成恐怖片和灾难，虫族、末日、丧尸、厉鬼，你们的死法会超乎想象。3分钟后考试开始，具体内容会从腕表上发布，别想摘表。你们就算砍掉手脚，它也会瞬间出现在脖子上。菜鸟们，希望你们能赚到60分买命。友情提示，倒计时可不会等你们，你们可以趁现在向我提问。之后每回答一个问题，收费10分。贺哥，我们要怎么离开？一场又能拿多少分？活过10场考试，凑够1200分就能离开。买命就是每场结束必须交的分数。你们这群废物，能凑够60分就不错了。出去以后最多剩1、2分，想攒够1020分，先活个1、2千场再说。当然，前提是什么都不换。1、2千场还要扣分，那我们岂不是……哪来这么多废话？都他妈闭嘴！待会儿考试，老子可以保护你们。结束以后，每人分我1半分数。最后一个问题，问完报名字，考试也该开始了。我有问题。按你所说，考试后能兑换东西，所以你这一身力量也是用分数换来的？对，老子现在的身体素质比特种兵还强，别想着反抗，除非你们有枪，否则我一个人就能杀光所有人。好，分数交出来，全部。你怎么会有枪？你不是新人。不，系统提示不会错，你绝对是新人。你就不怕一枪打不死我？不怕我还有别的能力？我猜奖励是10分，你很喜欢这个数字，连10分都贪，说明原来的分数全换成了力量，穷的连枪都买不起。什么叫穷的买不起枪？那玩意儿经常没用。不过你怎么知道蒋姐有奖励？没有奖励，以你的性格，最划算的办法是什么都不说。至于枪，你只要知道里面有子弹就行了。行，被你猜对了，但我不会把分数给你。每场最少上缴60分，现在给你，我凑不够也是死，除非最后有剩的，否则1分都不给。好，超过60分后全归我。你就这么算了，不怕我出尔反尔，找机会杀了你。就算你有枪，也总有背对我的时候。不怕，因为你杀不了我。队友之间不能互杀，最多受伤。从我拿枪指着你开始，你只有气恼，没有真正怕死的反应。我不信你不怕死，更不信你死不了。你要是能杀新人，也根本不必回答问题换分。那你威胁我的意义是什么？显摆你很聪明。杀不了你，是我掏枪之后才发现的。这种事不是怎么知道。威胁你是为了证明我自身的价值。接下来会很危险，我不喜欢把决定权交给别人。没有这番冲突，你会在意一个新人，比起害死我出口气，你更可能选择合作。妈的，看什么看？都把名字报一遍。这小子好像有点意思。考试开始，本轮考题：神类起源。这里曾是人类犯下的最大错误，可在这片绝望之地，却有生命因此诞生。第一轮考试类型：抉择。10分钟后灾难降临，请所有考生做出抉择，存活至下一轮。警告：远离地下1层出现的危险，接触后死亡率100%。本轮分数20。算你们运气不错，第一轮不是厮杀，也不是鬼怪，碰上那种东西，你们才会知道什么叫真正的恐怖。所有人分头去楼上楼下找，1分钟后集合。有消息就用电子问表说，那玩意儿什么情况下都能通讯。贺哥，我没什么想法，你经历的多，我听你的。不过地下1层那扇门，咱们还是离远点吧。小子，你怎么想？人类犯下错误，新生命诞生，还要远离地下1层。我们可能在某个地下基地，门后的危险来自人造物，可题目叫神类起源。那个怪物有没有可能是人造的神？你确定我们对付得了神？
分析的不错，和我想的也差不多。不过你们才第一场，不可能真碰上那玩意儿。我估摸着题目就是逃出去。但我最烦解谜，猜错了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信息还不够，我先下去看看。等等俺，俺跟你一起去。你跟着我下来做什么？不害怕？怕，但俺还是觉得跟着你好，而且俺看你太瘦了，万一有啥事儿，俺还能扛着你跑。这什么味儿？怎么又腥又甜？是腐尸的味道。按这种气味强度，时间大约已经过去2周，里面的人数也不会少。他们死在门后，说明当时想逃往楼上，却被什么东西追上。追他们的东西，就是题目里的神吗？小子，快跑！硫酸，这里有硫酸，你们赶紧上楼，再不跑就来不及了。上面出事了！黄斌，往外跑，别在里面乱撞！编号117514号考生黄斌淘汰。都别傻站着，这里的淘汰就是死，他回不来了。张铁，醒醒！酸液到脚下了，去上层平台。到底怎么回事？硫酸为什么会突然出现？密码锁有机关，输错就会触发。我听见了机械声，可我以为机关在上层密码门边。黄斌没输密码，他怕我们让他继续试，找借口跑回初始平台，正好撞上机关。那他呢？键盘温度低，他输密码时手指直接冻在上面了，不就是破了点皮，叫得要死要活。我再也不想碰那个键盘了，求你们了！能让手指瞬间冻住，至少低于-78度，伤势绝不只是破皮。上面的门同样会要命。硫酸越来越多了！操，只剩7分钟了。叶林，你真的什么都没找到？我确定没有。下层门和2道楼梯全是光滑金属，没有数字，也没有特殊纹路。那就只能硬试。不，别看我，我不要去试。没可能试出来，6位数密码有100万种组合，哪怕不管手指不会毁掉，每次冻住再扯下来，也要超过5秒。按剩余6分钟算，最多只能是72次。暴力破解成功的概率只有0.72%。那你想怎样？不赌一把？难道在这里等死？赌一把。如果这真是一场考试，就不该只能靠运气，否则题目和答案还有什么意义？贺征，题目里的抉择是什么意思？就是选择的意思。当然是选择，抉择就是点择题，补全是填空，洞悉是阅读临解。轮回里的题型当然和考试一样，想活下去不是动动笔头，是拿命去拼。选择题，如果真是选择，为什么只有一个答案看起来能选？你到底在说什么？正确答案当然只有一个能选。不，正确答案只有一个，和看起来只有一个是2回事。按现在的上涨速度，硫酸淹没1层，致死时间是9分钟，淹没下面1层只要5分钟，淹到2楼至少15分钟。只要硫酸涌出，我们就只能往上跑。系统又警告地下1层极度危险，所有人都会把2楼当成生路。明面上的答案从头到尾只有上楼，那这道题还有什么选择的必要？你是说选地下1层才对？可系统说得很清楚，楼下那扇门一旦打开，我们接触到危险就会100%死亡。没什么可试。如果我们醒来时真在1层，打开楼下的门，确实会死。可如果我们一开始就在地下2层呢？我们醒来的初始平台才是地下2层，从初始平台往上是系统警告的地下1层，往下才是地下3层。硫酸和警告一直在逼我们往上，真正要选的是敢不敢打开那扇被警告远离的门。所以楼下那扇门才是活路。只是推断，但比72次碰气
更像正确答案。小子，你真下去？还愣着干什么？快冲下来！留在这里，猜不出密码也是死。就算猜对，谁知道门后是不是系统说的危险？找不到漏洞，这小子前面每一次判断，也都不像是在胡猜。不用等10分钟后的危险，再过3分钟，硫酸就会漫到脚踝，谁都站不住。选对还不够，这道题也在考，敢不敢立刻压命行动？反震太强，我的手快握不住了，还有2分半，再劈不开，我们都要死在这里！把斧头给我！给老子开！靠，真硬！他的力量没有夸大，1点分数就能强化到这种程度，分数比我想的更珍贵。张铁，把他们带下来，带不下来就自己走。俺知道。胡甲，你先后，你带林雅，他请，俺带安可。不行，我不行，我带不了人，我的手已经伤了，再出事我也不用你背，你们2个互相搀着。不用，我自己能过去。让林雅也脱下外套，裹在脸上。硫酸挥发后会形成腐蚀性气凝胶，冲下去时一旦大口呼吸，气管也会被灼伤。我听你的，别把我丢下。速度很快，过酸时的重心也稳。他的身手恐怕不只是学过舞蹈。1、2、3，推！何征，还要多久？不行，还差一点儿。斧头豁了，开不动了。叶林，怎么办？对了，你还有枪，怎么不早点用？一共只有8发，不到万不得已，不能浪费。捂住耳朵，别靠近锁链。还没断，最后一下，给老子开！还剩7发，推门。活下来了，我们真的活下来了。要谢，得谢叶兄弟。叶林，谢谢。刚才要不是你，我们已经……谢谢。门打开了，不等于考试已经通过。叶林，谢了。没什么，我也是为了自己。接下来，编号第6631号考生征通过考试，基础分数加20，贡献度20%，额外分制加4。编号E14872号考生张铁通过考试，基础分数加20，贡献度10%，额外分式加2。俺还有2分。编号1990667号考生叶林通过考试，基础分数加20，贡献度70%，额外分式加14。加了14分，怎么会加这么多？很多吗？按贺征之前的说法，离开需要1200分，14分，连零头都算不上。何止是多，简直发了！第1轮就拿34分，你出去后肯定能起飞。
估计是你第一场有新人优待，再加上贡献最高，人也没死几个。要是再多死几个，肯定没这么多，说不定还要扣。这只是他的经验，应该不是系统规则。多出的14分能兑换什么能力？基础20分就是每轮最低标准。兄弟，不是这么算的，14分少，可能是额外奖励。正常一场能拿到60分都算走运，交卷再扣60，最后也就剩3、4分。你这一场顶我们5、6场，运气差点10场都未必赚得到。14分，这么值钱？你们还没明白分在这里有多难拿？具体能换什么？能换的多了，只有你想不到，没有系统换不到的。1分能换100万现金，你要舍得换不记名黑卡，14分能换1个亿。1个亿？再攒几分，最低级的念动力都能碰一碰了。念动力？1个亿算。第2轮考试开始，请所有考生做好准备。第2轮考试类型：补全。考试内容：找到并在的帮助下躲避异种袭击。提示：人们遗忘了神来自哪里，可却记得他们的模样。他们到底是谁？警告，请在2小时内找到，否则你们将无法通过最终考试。本轮分数40。2个空白，第一个要找谁或什么，第2个要靠谁或什么帮助。你们不打算说些什么吗？这轮是要我们找到某样东西才能活下去。补全题不会给明确选项，不像上一轮直接摆2扇门让我们2选1。这种题只能先猜答案，再拿现场线索去验证，猜错了就等着死人。我猜可能是要找到神，你们觉得呢？贺哥，我也是这么想的。题目不是说人们还记得他们的模样吗？我猜我们得先知道神长什么样。神可能是某个人类，甚至是怪物里的一员，也可能不是找具体的神，而是找他的武器装备什么的。第1轮最重要的线索就是这把消防斧，我们看见它时就该意识到它是用来劈锁的，整个场景里只有它最突兀。同理，接下来再出现任何不合常理的东西，我们都该重视。系统不会无缘故安排一个物件。后那硫酸也是。你这么说倒也没错，但消防斧的事儿你怎么不早说？因为不确定，从一开始你就让我们远离地下1层，我不知道下面是什么情况。就算当时知道下面有锁链，我也不确定你的力量能不能劈开。你认为这一轮要找的是物品，还有别的理由吗？有。胡家的想法没问题，但我认为这场考试里不太可能真的存在一个神。常规概念里的神非常强大，就算不是神话中的层级，也至少拥有超凡力量。如果神会帮助我们，那他和异种就是敌对关系。神为什么还允许这里存在异种，而不是彻底消灭他们？除非异种强到连神都无法消灭，可真是那样，我们只要碰上一头异种，就会直接团灭。系统给了2个小时，还要我们四处寻找线索。我不认为这2个小时里我们能一次异种都碰不到。那也不一定，神也许不强，或者被封印了，要等我们解开呢。也可能像恐怖片里那样，神只能庇护某个地方，我们找到那个地方躲进去活命。有这种可能，但是如果你说的对，那他们为什么不去找神，而是选择往外逃？所以我更倾向于神留下了某样东西，那样东西可以帮助我们对抗异种。高温硫酸的腐蚀性更强，如果只是防人，根本没必要做到这种程度。那道防线是用来对付异种的，布置防线的人也没指望神来解决他们。行了，我知道，
你肯定想让我顶在最前面。看啥看？老子实力最强，这里一帮菜鸡，我不上谁上？不过先说好，真碰上危险，我可懒得管你们。你先探路，我拿枪压在你后面。俺看着后边。这可是第2轮，出现的怪物只会比上一轮更可怕。老天保佑，拜托，千万别让老子第一个撞上。这里的空气很浑浊，还有一股淡淡的铁锈味。水滴落得也很慢，只是渗水吗？嘘，等一下，前面好像有光。待会儿要是真有东西，你先别开枪，我打不过，跑回来之后你再帮我拦。别怪我没打死，先把老子打了。你先试，我等你让出射线。这他娘的画的都是啥？这幅好像是救世者，第3幅那个踩水的像旱魃。不要碰！叶林，怎么回事？这画有问题。这些画有问题。什么问题？这不是颜料，是一种已经硬化的未知生物组织。从排列方式来看，很可能是异种留下的记号。这东西摸起来根本不像石头。林雅，你认得这些画？我也认不全，只是以前学过一点美术。第1幅好像叫救世者圣像，第2幅才像日本的莱茵图，那边应该是天后像，还有一幅我见过，可名字想不起来。慈航，轩辕大帝。这些话到底是什么意思？难道这就是题目要我们找的神？10幅画没有同一宗教逻辑，唯一共同点是神树和头顶的巨大圆形光环。壁画表达什么？异种为什么要留下这些记号？这些神里谁真的存在？谁能帮我们？如果存在，又会在哪里？如果是人做的，除了异种，这里还有一群疯子。如果不是人，叶林，跑还是打？打！脚步频率不一样，尖啸也有远近高低，回声从不同方向撞回来，后面有分叉。离我们最近的只有一个，其他的不在这条路。杀了他，我们还能转去别的路，退回原路只会被毒死。这什么鬼防御？一头，老子连一头都挡不住，后面还有上百头，被咬中一定会死。老子一死，他们连几秒都撑不住。贺章，张铁，抱住他！抓住了，俺抓住他了！
异种击杀成功，参与者奖励已结算。差点就没命了。他都死了，你还报个仇？真死了？小子，你枪法还挺准，这狗东西总算死了，你应该拿到分数奖励了吧？有多少？1分，只有1分。我猜也是，看你这表情，是不是觉得太少？现在信我说的了吧？这里每1分都难拿，我猜0.3，那个憨子最多0.1。你上一轮能拿那么多，也是第一场运气好。一头异种，总计大约1.4分，却差点杀死队伍里最强的人。你的手怎么办？土包子没见过吧？治疗道具附带止痛，系统出品，5分1瓶，不过只能用3次。妈的，上次老子重伤的快没命都没舍得用，今天算是亏大了。左手暂时废了，影响也不算大。任务结束以后呢？这种伤还能恢复？只要任务结束，回到大厅，什么伤都能复原，就是还得花积分。破系统，想分想疯了。接下来怎么办？剩下那些怪物好像没过来，只能先往前。他们不是没过来，可能是被困住了。被困住？2楼的动静太大，才惊动了他们。可他们未必真的发现了我们。胡佳一叫，他立刻越过你扑向他，说明他对声音极度敏感。也不排除他只对高频声音敏感，但他的视力应该有问题。而且它是鱼眼结构，眼球长在2侧也不会转动，正面视野大概率受限。没错，那我们不发出声音，再躲进他们的盲区，是不是就能保证安全？减少声音可能有用，想让所有怪物都看不见，不太可能。数量一多，总会有几个角度能看见。盲区只能争时间，不能当免死牌。果然没那么简单。这啥意思？不是你们就没一个懂英文的？我留了2级一直在外面混，你们也不会？这个我知道，第一个是消毒过的房间，第2个是封闭收容通道，我理解成放东西的区域，第3个是做实验的工作区。你确定？我当然确定，我是学理的，一直年级第1，我还被保送了大学。要不是想看自己能考多少分，我根本……如果那天没进考场，我就不会来这里。看不出来，还是个学霸。那走第1个，消毒区听上去安全点。第1个不能走，走第3个，实验区。你看得懂？是不是这小子翻译错了？第1个根本不是消毒区。不，词没错，错的是用途判断。普通场景里，他的翻译没问题，可这里有异种，鱼头人身。这种怪物明显是基因工程的产物。第1条是进化后才能进入的生活区，第2条是隔离区，第3条才是生化实验区。隔离区和实验区哪里都不像粮仓，哪个地方能长期存放大量食物？生活区。所以那里最可能是异种的食堂。有枪，还懂这种东西，这小子到底是什么来路？那不是更该走第1个吗？进生化实验室不是找死，异种不就是从那里跑出来的？不，恰恰相反。你忘了门口那些尸体，死亡时间已经超过2周。异种吃人也需要食物，可他们为什么没吃那些尸体？因为还有食物，而且数量足够多。差点让这废物带进鱼窝。没必要怪他，他认出了词，错的是用途判断。而且无论走哪条路，我们都会碰到。这些怪物已经开始移动了。那为什么偏选第3条？因为我们没得选。为什么没得选？能救我们的东西，只会在实验区。地下结构这么大，10几个小时也未必搜得完。
我们确实只能选一条。可为什么不是隔离区？最早的异种源头，被带回来的东西，那些线索更可能留在隔离区。虽然我不能100%确定，但现在也不能把它排除。叶林，我信你的判断，可有件事儿，老子也得说。轮回里最危险的地方，往往有生机，最容易死的，也未必是弱者。有时候，越觉得自己聪明，越容易死在投机取巧上。我不是在骂你，只是希望你把这一点算进去。我明白，你们说这些都是为了活下去。我选实验区，第一点也是时间，系统只给了我们2个小时。这里绝不只有地下3层，如果要全部搜完，期限根本不够。所以系统允许我们找到答案的区域，一定非常有限。线索指向这里，但目标不在隔离区。可这只能证明要缩小范围，还不能排除隔离区。没错，所以还有硫酸和尸体。地下2层为什么会有高温硫酸？那道机关本来就是用来防异种的，说明基地建造时就考虑过暴动，也考虑过异种逃跑。隔离区能用钢铁牢笼、合金房，可实验室要直接接触活体，研究员靠什么控制他们？麻醉剂，或者某种异种害怕的东西。门口那些人是谁？这里原来有多少人？现在还有活人吗？应该是研究员，年纪大约40-50岁，身上没训练痕迹，地上还有一副踩碎的眼镜。这里至少有几百人，活人估计没了，真有也只剩几个。基地早已沦陷，连安保人员都解决不了异种，可身手最差的研究员反而逃到了离出口最近的地方。他们手里应该有克制异种的东西，逃出来的人少，说明东西也少，能拿到的人可能都是核心研究员。人被拖走了。从痕迹看，是他被追上以后抓过墙，没能停住。小心点，门旁边有动静。右边那台电脑，主机如果还有备用电源，可能留着资料。找死！我不是故意的，硫酸烧的，我怕你们扔下我，一直没敢说。安可，进去。明白。靠，弄错了。这也是画。何正，何哥，我左闪。叶林，我数3秒，到门口我砍他腿，你开枪。好。刚才用了2发，只剩3发，想穿过眼球摧毁大脑，至少还有2发同时命中，机会只有1次，杀不掉他，所有人都会死。3、2、1，低头。叶林，开枪！死鱼头，有本事再追老子！我们又杀了一头。还是眼睛，只要创造出瞄准机会，他就不是杀不死。别硬抡了，震伤了肌肉，下一次未必还握得紧。能抬起来就还能用。1发子弹几乎不可能穿透他的眼球和大脑，何正的右手也撑不了几次。现在说出来，只会把刚攒起来的信心打碎。都别愣着，搜电脑找药，能当武器的东西全拿上。纸也没有，这里像被人专门清理过。备用电源也没有。没有，
主机、显示器全都没电。你从进来以后就盯着这幅画，到底看见了什么？没什么，我们也没有走错。真没什么。你为什么是这个表情？是不是我们漏了最重要的东西？走吧，我们可能没有多少时间了。门口那幅巨型壁画至少存在了10几天，可这幅壁画边缘的蓝色痕迹还没凝固。如果不是人类留下的，基地里就藏着一头会模仿人类构图、留下复杂标记的异动。现在不能告诉他们，神的答案还没找到，队伍先不能崩。20多头，1号生化群门钥匙就在他们中间。过不去，一点声音就会全响。从通风管过去，在另一边制造声音，把他们引开。要有人留在外面。胡佳，你去。我不行，我的腿跑不了，我会死的。来路拐角有房间，你可以躲进去。我们开实验室门也会发出声音，把异重重新吸回来。后面只会更危险，就算暂时不会合，你躲在那里，活下去的机会也比跟着我们大。可你们进门以后，根本不一定会回来。叶林要是嫌我是累赘，我就只能一个人等死。我去吧。我能爬进通风管，用电线连住铁管，隔一段距离拉响它。异种被引过去以后，我从管道回来，他们够不到我，胡家也不会拖慢你们。你为什么替我？我只是选成功率更高的办法。1分钟，听到声音就走，别等我。1分钟后行动。成了，走。叶林，开门！ Warning, intrusion detected. Emergency mode engaged. 警告！监测到非法入侵者，应急方案正在启动。我腿软了，站不起来。张铁，不要管他，再回去你也得死。上来！来了！这一枪杀不了他，最多让他失去平衡，但够了。进来！兄弟，谢谢你。最后一发子弹了。你为什么回来救我？不知道，看见你倒下，我的腿就自己转回去了。下次先想清楚，不是每一次都有人给你补枪。那个像枪的标记，反生物武器库。对，里面可能有枪，也可能有专门克制异种的武器。那片黑色的地方呢？神，这里真有神！
我跟胡家一开始猜的，没准真对了。按地图找到这地方，不就能过关？叶林，你猜错很正常，毕竟你又不是神，脑子再好也有算错的时候，认了就行。走，咱们现在就去。我没觉得我不会赶错，我只是在想，好像有点太简单了。哪儿简单了？我们为了进这扇门，差点团灭几次。神确实符合题目，但那些话的含义，我们到现在都不知道。那么大的壁画，需要很大面积，也需要很多时间。后面又连续出现第二幅。如果这真是一场考试，我不认为题目会把毫无意义的东西一次次保在我们面前。难度还低，要不是你有枪，老子这条命早没了。话的意思可以以后再想。地图就在这儿，够得去也跑不了，我们不可能不去看。第二幅人形羽翼壁画的绘制时间大约不超过1周，远比入口那幅巨型壁画更晚。它的制作手法和残留蓝血都不像人类所为，只能是一头拥有高智能、会模仿人类构图、留下复杂标记的异动。它在哪里？还留在这里吗？他为什么要化身？贺哥，其实我觉得电游地区可能确实还有麻烦。什么意思？有屁快放！那我说快点。我觉得壁画的含义可能就是我最开始猜的那样，这里是生物实验室。异种能被制造出来，神也可能是某种生物兵器。异种会失控，神当然也可能失控。所以壁画不是让我们拜神，而是在提示我们应该放出哪一个。那你觉得是哪一个？救世者还是天后？这个可能要进去以后才能确定，但我能保证，每一幅画我都记得，只要里面真有对应的东西，我一定能认出来。你最好真记得。刚才那些鱼头怪撞不撞这种力道？外面还有一个更大的。去God去！叶林，先去武器库。还去什么武器库？门都快被撞开了，来不及。不去找武器，如果这里还有异种，你打算怎么办？别忘了，异种就是从这里出现的。现在遇上一头普通异种，我们都未必杀得掉。那就先去武器库。如果去的路上就碰到了，要怎么做？没有办法，就只能死人了。这小子冷静得很，冷静得可怕。这里还有灯亮着，里面肯定有好东西。有电不是好事。有电还能是坏事？麻醉剂之类的东西不都得冷藏？看到这些冷藏箱没有？你能解开指纹，还是有密码？这里太大，分头搜索，看到能拿的全部带出来，不用管有没有用。任何地方有异常，第一时间出声。我去右边，张铁，你跟胡家去左后。你随便找，胆子小就留在门口望风。不，我也可以找，就是安可怎么办？他没死，那些异种半路就被警报拉回来了，他那边反而比我们安全。可他不知道我们在哪儿。先顾好自己，活着出去，才有机会跟他会合。
门被撞开了，李阳，怪物冲进来了！按普通异种的速度，最多2分钟，能撞开门的东西只会更快。救我，哥哥救我！怪物，有怪物躲在这里！滚开！给我滚！哥哥，这边！他被困太久，已经饿瘦了，可我一个人还是打不过，不能被他扑中。只要还能站着，我就能再撑1秒。来呀！低头。叶林，谢谢你，我以为自己死定了。没什么好谢的，处理一下伤势，最多1分钟，我们就得跑路。这名卫队队员遭到了偷袭，他的装备没被带走。拿着。你从哪儿弄来的？外面的动静你听到了吗？我怀疑来的东西比普通异动强得多。我知道。这是什么？不知道。这个收好，待会有用。普通异种从入口过来，最多还剩1分钟。那个撞门的，可能更快。所以1分钟内，能拿多少就拿多少，然后撤。守住入口，1分钟撤离。贺哥，叶林，他们来了！别愣着，往基由地区跑！这东西太多了，分头走。不行，分开只会被逐个击没。把药剂摔碎！这玩意儿到底干什么的？12只全砸进去，再配上2把枪，我们没准能把他们全吃了。别做梦了，这东西只有麻醉效果，他们没死，后面还有个能撞开合金门的大家伙。把喷雾给张铁用。你是吗？自己都快散架了，还想背个人跑？胡家腿不方便，俺总不能把他丢下。行，你是好人，你们1人1次，马上用。这瓶总共3次，老子先前已经用过1次，再舍不得，待会儿就只能留给易总收尸了。废物东西，怕死就跟紧点。我只是想活下去，有什么错？难道在这里弱小就是罪？我不能死，我一定要回家。按惩罚要求，解毒剂应该就在附近。找到了。惩罚测试完成，编号 C3471号考生安可获得奖励分数+0。惩罚总算结束了，接下来只要混在这群菜鸟里完成考试，我就能正式洗白。场数已经归0，有这些新人拉低难度，我也能重新积攒分数。1对1，我能碾压贺昭，可没有趁手武器，几头异种一样能要我的命。这场难度不对，我的场数已经归0，
实力最多只增加半场难度。难道问题在贺征？经历过多场轮回，却连匕首都没有。从第4轮开始，他这种莽夫不可能活下去。除非他真的穷到1分都没剩。至于叶林，确实是新人，但能带枪进来，他在现实里的身份恐怕也不简单。贺征已经发来消息，他们找到了2把枪，按正常难度，只要进了神所在的区域，考试就快结束了。如果他们能直接过关，我没必要回去暴露自己。不对，怎么会这样？这些没有理智的异动，为什么会护送他？叶林，还有多久？35秒。你力气大，拿这个护住我混蛋。好。药呢？再不用，咱们连门都摸不到。白雾范围有限。叶林，走。最后3管用完了，严中线冲，别碰白雾。关门，快关门！我们守在这儿，让他们去。胡家，不是说知道该放谁吗？还愣着干什么？快去！我有把握，要是猜错，放出来的东西可能先杀我们。40秒，要么我废了你，要么现在就去。你还剩39秒。胡家要找哪一个？我一个都不认识。莫瑞干，找莫瑞干。莫瑞干是谁？为什么是他？2幅壁画画的都是神，可画面里明确出现敌人的只有那2个。可我刚才看见 Angel 了，第2幅画不就是天使吗？不是天使，那是陷阱。而凯尔特神话里代表死亡的鱼头怪物叫 God， 这里所谓的创神很可能就是那种鱼怪。你确定不是巧合？我不确定，但12个里面，这是唯一同时对应2幅画的答案。找到了！胡家还要多久？原生人类基因已确认，正在启动解冻程序。叶林，我的手快抬不起来了。坚持住！17秒！听见了，还没到死的时候。15秒！老子真没想到，还是要死在这儿。叶林，你要是能回去，记得。这怪物在怕他。失控了！他把异种当做了养分。不过也好，总算结束了。我们一路杀了19头异种，大部分都是你开的枪。再算上2轮考试，你身上至少8、90分，拿够60分就能交卷。你小子已经够了。结算提示没来，倒计时还剩22分钟，第2轮没有结束。对，贺哥。系统只要求我们找到神，再跟着他就行。而且我们差点找错，
莫瑞干其实是我从两副……行了，先别邀功。既然不是傻光，那你还担心什么？线索只是表面上串起来了，可有些信息像凭空消失了一样。壁画前我就看出他想选神，没说，是想让他主动测试答案。可系统仍没结算，居然冒出这种东西！按我以前的经验，这难度本来就高的不对劲儿。 7个人的难度，考试难度跟人数有关。你不知道？哦，对，你是新人。5、7、12，也许还有更高。人数大概按这几个档划分，人越多，考试越难，场数越高，碰到必死题的可能也越大。死亡率能有多高？7人场大概10%到40%，9人差不多一半，12人能到70%。这次只死了1个。 已经算运气，人数一定按这个规律。如果进来的人更多，会不会拆成2队？会。我上一次就分成2队，两边拿到的题目不同，信息没对上，所有人判断失误。不是7个人。什么？黄良和我一起进来，却不在这支队伍。 如果他被分到了另一边，2队加起来很可能是14人。他手里可能有不同的题目，还有我们没见过的线索。如果两边信息从来没有同步，那我们一路建立的推断，样本从一开始就是残缺的。14人的死亡率是多少？90%？我不知道，我只进过12人场。神是假的，不要让贺征他们去找神。 这里根本没有神，他们才是真正的异种。是次音攻击，我离他至少100米，内脏已经在共振了。再暴露半分钟，我的身体就会彻底撑不住。第一个受场男人被异种拱身，第二个旱魃直接追杀我。他们不是神，是披着神皮的怪物。 来晚了，他们已经把另一具神放出来了。跑，分头跑！别！不要！别抓我！往这边跑，我掩护你们。 是小村头，另一队果然存在，他还活着。你还能撑住吗？不行，我扛着你走。死不了，别废话。这条路有没有通风管道？有，下个路口右转，入口在天花板。 全都跟紧，别停，别回头！这枪法，拿刀也能整死他。这东西很笨，不是很难杀。别看了，快进去。肩部肿得厉害，先固定住，别再用这只手。 我还死不了，倒计时没停，先把能说的线索都说清楚。你们2个早就认识，一个枪法不像新人，一个连14人分队都能猜到，你们到底什么来头？现在不是问这个时候，现实里的身份跟这道题没有关系。先说你们那边，第1轮经历了什么？ 第2轮题目是什么？我们醒来时也有7个人。第1轮是从一处会移动的房间里逃出去。第2轮要求我们找到神来自哪里。我们进了通道才知道这里有怪物，要不是黄良，我们早就全死了。我们活下来，不全是因为我。大小能套在头后，
也能挂在脖子上。你们就是靠它模仿神，吓退怪物？不能确定是吓退，怪物看见它以后，只是突然停下了。那就把它修亮，再找几条这种灯带，我们直接走出去。没用，如果光轩就是答案，我们两队至少有一边已经结算。别只说结果，从碰到怪物开始，一步一步讲。我们碰到他的第一个照面就死了3个人，只能退回最初的房间，一边躲一边找活路。当时还剩4个人，后来转移房间时，又有1个人没能跟上，最后只剩我们3个。壁画上的人提着箱子，像是在递出什么东西，脚下的怪物都很怕他。我本来只想打灭灯光，影响他杀人。光轩掉下来以后，他明明还能看见，却不动了。我带着光轩找到剩下的人，后来也靠他逼停过异种。但第2轮的题目一直没有完成。壁画里那个人穿什么？你认得他属于哪一种神话吗？衣服很贴身，没有明显标志，画风有点像古埃及，但我不能确定。会移动的房间呢？你怎么发现他在动？离开初始房间以后，我回头看过，身后的通道在向右动，只是几乎看不出来。没有通道做参照，我们只会以为自己在直走。光轩能停住异种，却不能完成题目。房间在旋转，也绝不只是为了把2队隔开。只剩14分钟了，难道我们就守在这等死？2队的线索已经全摆在这里了。给我一点时间，让我再想一遍。这里守不住，等他们堵住通风管，咱们就真成罐头了。代号3童实验体已唤醒，代号毁灭天使实验体已唤醒，代号救世者圣像实验体已唤醒，第8具实验体唤醒完成。警告：因大量实验体被唤醒，难度变更，第2轮考题统一更换。消灭基地内所有异种，并在实验体追杀下存活。本轮分数奖励60分。8次报告，再加上我们见过的3具，一共11具。11头神追我们，还要杀光基地里所有异种，为什么不直接杀了我们算了？还挡什么？挡得住鱼怪，挡得住那11头怪物吗？各位，没到最后一刻就还有机会，希望再小，也不能坐在这里等死。一起冲出去，我会尽我所能保护大家，要死也一起死。黄哥，我跟你走。叶林，走，再不进通风管就来不及了。不是错觉，从地下2层开始，滴水和摆动都慢了一些。你们有没有觉得水落得有点慢？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在看水？你要是不敢出去，就留在这里。落速确实不太对，但差得太小，肉眼几乎看不出来。不是好像我用电子手表卡了10次，10次累计慢了 0.03 秒，也可能是 0.04， 软管摆动也不对。硫酸、低温、吸力、污浊空气、金字塔、旋转房间，它们从来不是互不相干的机关。我知道我们在哪儿了。你真想到办法了？想到了一些，不过我必须先确认一件事。在轮回里，只要题目发布，就一定会有答案吧？哪怕题目中途更改。至少我经历过的场次，系统都会留一条生路。这不是系统明说，
是老考生的经验。我还听人说过，找对答案，赢一场也可能全员活着出去。够了，如果新题不是纯粹让我们送死，答案就一定在环境里。基地太大，逐渐清理不可能，只要有一头异种藏起来，我们就完不成。所以要毁掉基地，这里会不会有自爆装置？还听他绕什么？真有办法，他早就说出来了。那些怪物已经过来了，你们想死，别拉着我们一起。我让他说完。红哥，都住手！这个时候内讧，门还没破，我们先把自己杀完了。如果你真想到了什么，就直接说，别在这个时候打别的主意。你说，只要办法有用，无论是什么，我都会去做。好，那先回答我，你觉得我们现在在哪儿？地下实验基地，可能属于某支卫队，也可能跟我们不在同一条时间线。我们不在地下，也不在地球，我们在金星上。准确地说，是金星地表上空70到95公里的大气层。金星，这里明明在地下，怎么可能飘在天上？我起初也不信，所以不看猜想，只看我们亲眼见过的东西。第一，硫酸。金星硫酸云的浓度大约是75%到98%。我原以为硫酸是基地的防御机关，可黄粱那一队没遇到，仅凭这一点不能定案。第二，低温。金星80公里左右的高空，温度约零下76度。对，我最后进门，看见空气和硫酸一起被抽走，那不是怪物的能力，是压力差。第三，基地结构。若埋在地下，它应该上宽下窄，减少压力。可我们一路向上，空间反而收窄。如果它浮在浓稠大气里，宽大的底部就能像船底承托整个基地。第四，供氧。电力一直正常，空气却始终浑浊。不是通风系统坏了，是这里的氧气正在消耗，却得不到外界补充。最后，是你看到的旋转房间，还有10次累计慢了0.03到0.04秒的水滴。金星重力约为地球的90%，基地旋转以后，我们体感接近95%，所以水滴只慢了一线，软管摆动也只差了一线，所有氧都指向同一个地方——金星大气层。就算这里真是金星，我们还是困在基地里。叶林，怎么杀光异种，又怎么活？答案不是已经告诉你们了吗？我们在金星上，基地外面就是硫酸云。找到气闸，破坏密封结构，内外压力失衡，普通异种会被全部吸出去，等于拿整颗星球当毒气室。那几头神呢？实验体身体更强，未必会立刻死，但星体只要求消灭异种，没要求我们杀他们。怪物会被吸走，我们也会。基地这么大，气闸又在哪里？我们拿什么破坏？就算破开了，谁能在金星的大气里活？怎么活？去哪儿找？找到什么？其实还是原来那道题的答案。你们不觉得我现在很像谁吗？那不是神的光环，是宇航服面罩。所以鱼怪怕的不是神，是穿着这身衣服的人。如果推断没错，宇航服能让我们在气闸破损后活下来，它也解释了壁画上的神到底是谁。可鱼怪为什么会把宇航员当神？他们总不能天生认识宇航服吧？在这个世界或者这条时间线上，人类曾经登上金星，在这里研究如何生存，也许是适应环境，也许还有别的目的。总之，他们进行了基因实验。异种就是第一批实验品。基地建设之初，
外面是硫酸云，进行实验的人必须穿防护服才能接近他们。对刚被创造出的异种来说，那些人掌握生死，和造物主没有区别。从诞生开始，他们便将他们的模样深深地刻在基因深处，恐惧、敬畏，然后当作神。所以光圈真能让他们停下，不是法术，是他们骨子里不敢碰。目前只是最能解释全部现象的答案。宇航服到底能不能保命，还得找到以后验证。把3个问题连起来，答案就很简单：神就是宇航员。找到宇航服，打开气闸，游戏结束。可还有一个地方说不通，提示为什么说人们遗忘了神来自哪里？如果这里的人亲眼见过宇航员，他们怎么可能把自己的创造者忘掉？也许这里的人没有忘，忘记的是我们。人类诞生之初，也许见过同样的来访者，只是后来我们把他们当成了神。从史前造物到宇航技术，符号的一致性并非巧合。宇航服的道理老子听懂了，可我们去哪儿找？气闸又在哪儿？维修室。基地建在大气层内，就一定有出舱维修任务，所以维修室里必然有宇航服，至少也有功能相同的防护服。同理，维修室必须设置气闸出口。系统临时换题，是让我们找生路，不是让我们死在找路的途中。可基地这么大，我们怎么知道维修室在哪儿？大概率就在安克周围。现在唯一还在外面的人只有他。这都能推出，那还等什么？赶紧联系他！你现在有2个选择，你留下，等异种追过来也是死；去休眠区打开广播，至少还有活着回来的机会。别开枪！黄哥，救我！这小子想杀我，他就是在报复。叶林，他刚才只是慌了，不是有意拿枪对你，你没必要用这种办法。报复他，我没那么幼稚。还有15秒，异种必须有人引开，再拖下去，别说宇航服，我们连维修区都走不到。现在去，你不一定死，等我们到维修室后再把怪物引过去，你还有机会。不去，我换个人，你一定死。还有10秒，他不去就得你去。远洋，你先答应，他说的对，你去不一定会死，后面说不定反而更安全。黄哥，你和贺铮是这里战力最强的2个人，你不去，突进维修区的成功率直接降低1半。那也不能让他一个人去送死，我替他。可以，但你最好先想清楚，我会不会给他留下了一套宇航衣。黄哥，你跟他们走，我自己去。先开广包，再躲进通风管，别离光圈太远，等我们发第2次警报。黄哥，你们一定要来接我，活着等我。只要我能回去，下一场考试，我一定让叶灵后悔。你是故意的，对吗？你指什么？你刚才分析那么多，不只是为了找答案，你要让所有人觉得离了你就会死，让他们完全相信你，再逼王宣阳去冒险。叶林，你实在太卑鄙了。那咋了？黄良只猜对了1半。我不是为了报复，没人把异种引开，死的也许不止他一个。我只能赌那个东西足够谨慎，也足够贪婪。装备找到了，给我5秒钟，
如果他没走，我也会想办法引开。Warning: the hibernation zone is under breach. 警告：休眠区正在遭受破坏。跳！不能开枪，黄良，掩护老子。好。走，不用补刀。维修区不到100米，抢在奸笑把汉魃叫回来之前进去。安可，什么情况？安可，可以了。快，汉魃没有被引走多远？你伤得很重，还能走。他离这里最多几百米，刺鹰一到，躲在维修区里也活不了。都进去！真有宇航服，又是这东西。叶林，用枪能不能打？里面是气压室，这种玻璃要承受内外压力，枪打不穿。手雷，等等，王宇阳还没过来。现在爆炸，汉魃会先到，他根本冲不过来。你还有别的办法？再拖下去，我们都要死。你是在骗他？从一开始你就没打算等他活着回来？那咋了？贺征。黄兄弟，对不住了。都退后！如果你真的想救，其实也可以救。那些怪物畏惧宇航服，你速度够快，也许能赶在氧气泄漏前给他穿上。他是我的队员，救他是我的职责，也是我做人的底线。白痴，俺跟去也帮不上啥，先把路清了，别让他回来再扎一脚。你是故意的？不全是。也许他们会害怕宇航服，可穿着它在怪物面前来回晃，甚至开枪反击，就是另一回事。那接下来怎么办？躲起来打开气闸，还是先等黄良回来？先不打开气闸，引一批异种过来，挨个杀掉。可他们只是害怕宇航服，万一真要死了，他们被击出性，反过来攻击我们呢？所以我要一个答案。什么东西？不是，你们到底在说什么？叶林，你也别太贪，我们能活着出去。他没有贪，反而是太谨慎了。你故意激怒黄良，是为了让他一定回去救王远航。王远航从休眠区跑回来，必然会带着异种。黄良为了救人，也一定会开枪。如果黄良开枪以后还能活着回来，就说明羿即使受到死亡威胁，也不敢攻击宇航服。到那时，我们才可以安心刷分。在解释答案以前，他就把后面每一步算完了，逼人去死，逼人去救，再用利益换来服从，杀救帮骗利全扣在一起。那要是不能刷呢？黄良和王远瑶不就白死了？我不让他去，我们可能都会死，而且他大概率不会死。看上去答案已经找到了。我真的猜对了吗？可我们之中到底还有几个人是人？滚开！都给老子滚开！叶林，你就是故意把我扔在这儿！老子要是能活着回去，一定杀了你！一枚雷根本不够。
黄粱给我的光圈也撑不了多久，他们真的不管我了。黄洋，黄哥，你快来救我！我不想死！低头，保护好自己。快穿上！他们真不敢咬。别发愣，先套上躯干，密封扣从左往右锁。谢谢，黄哥，谢谢你，要不是你，我真要被叶林那个畜生害死了。先止住血，能走就走，不能走我背你。嘘，黄哥，他为什么还不走？别刺激他，慢慢从旁边过去。先走再说，他们随时会打开气闸。黄粱开枪以后还活着，规则已经验证，先清出通道。开门，清路。果然不敢靠近。编号第66311号考生贺征完成击杀，获得0.5分。系统还在细分，别浪费机会。他们果然不敢靠近宇航服。叶林，来，这机会是你算出来的，你先多拿几头。门口总共只有10几头，杀完也没多少。等气闸彻底毁掉，基地里的异种一起死，我至少能拿上100%。那些实验体，也许同样有分数奖励。胡家，你也杀2头，我再杀就浪费了。回去以后，你替老子兑换东西就行。林哥，新兴大气压是地球的93倍，气闸彻底毁掉，基地会因为内外压力差坍缩。不毁气闸，就一间一间找啊！他们现在连碰都不敢碰我们，怕个什么？异种会躲进通风管，不彻底毁掉气闸，就没办法清空基地。可我们可以慢慢找，考试又没规定时间。氧气不够，这身衣服一脱，他们就会扑上来。我们的安全时间，从穿上宇航服那一刻开始倒数。那我们躲去哪？气闸打开后，空气会以高拥速向外喷，宇航服也可能破损。就算绑根绳子挂在基地外面也不行。基地解体会产生大量碎片，外面反而更危险。靠，老子就知道没这么好的事。林哥，里面会被压塌，外面会被气流和碎片撕烂，我们到底躲在哪里？很简单，只要快杀光门口这些异种。他们又不会还手，急什么？现在不杀，待会儿就没时间了。他们提前来了。有一个神很不对劲，他一直在跟着我们。快清路！他的叫声能控制异种。快呀！快进来！别给我开枪！快丢手来呀！你们想害死我吗？破片划破宇航员服，我们全得死！闭嘴！给老子跑！看样子，他离得越近，控制就越强。叶林，怎么办？现在开气闸吗？不行，现在开，我们也会被吸出去。超音速气流会把人带飞几公里，基地被压塌至少要20分钟，宇航服根本撑不了那么久。那你说怎么办？我只算到了不能开。滚！都给我滚！你们这群白痴把我害惨了，全是叶林骗的，我还不如不回来。你闭嘴！叶林，
你刚才没说完的办法到底是什么？走，开闸。不行啊，林哥，我们真会被吸出去。不会。啊！太空飞船，走。关门，全部上船。关门，黄良，你那还有没有麻醉药？有，趴下。郑坡。叶林，接下来怎么办？撞破气闸，离开这里。你会开船？你到底还瞒着我们什么？你凭什么知道这里有船？维修区有船，很正常。Warnung. Das Schiff wird angegriffen. Bitte Umschicht Sicherheitssichten probieren. 警告，船体正在遭受攻击，请立刻排查安全风险。叶林，别管安求问什么了，先把船开走。那边还有一个。那东西把船壳撞凹了，再来几次，这艘船也挡不住。后面又来了4个神，叶林，快开船！你在等什么？全部抓紧固定带。我不会开船，但只要启动，它就应该自动驶向预坐标。抓紧！烧！全给老子烧死！地头！这就是金星吗？按这个速度，不到20分钟，它会坠到大约35公里高度。那里的大气压差不多是地球10倍，里面那些怪物也活不了。各位菜鸟，恭喜你们活下来了！有些废物纯靠运气，可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。系统只是还没来得及结算，再等一会儿就结束了。回去以后分数够多，想换什么都能换。叶林，那些神算不算你杀的？你到底拿了多少分？回去以后先别乱兑换，咱俩一起商量。这么多分浪费一点都可惜。算我杀的，不过不是亲手所杀，只会比异种高一点，大概10分左右。有。先不说这些，贺征、张铁、胡佳、安可，你们4个先站过来。我们过来干什么？叶林，你是不是还在担心什么？没什么，我只是觉得这一切太简单了。简单？我们一路差点死了多少次？这要还算简单，以后你说难，老子直接等死算了。不是简单，是太顺利。我们第一次碰到几头异种，1头，可我们实际听到了多少？几10头，也可能上百头。第一次本该撞上上百头，后面每次拉响警报，大部分异种都能准确找到我们。所谓视野受限，根本解释不了。一头，还是1头。第4次数量变多时，我们已经拿到了武器。你是说，每次出现的数量都被人控制过，恰好卡在我们能够承受的范围？也可能只是路线不同。后来那些怪物本来就是我冒险引走的。如果只有数量，那可以算巧合。可那些神呢？他们真的想杀我们吗？我们逃得快，要不是有这艘船，最后那个惨白实验体早把我们撞死了。船在维修区。安可，你怎么找到维修区的？我逃跑时误打误撞。是怪物把你逼进去的，你根本没有别的路。黄良，你怎么发现壁画？
又怎么发现透明荧光圆环能逼退怪物？因为你同样被逼进唯一有壁画，也唯一有透明灵光圆环的房间。我们为什么进实验区？因为门后摆着研究员尸体。为什么唤醒莫瑞甘？因为办公区那幅人形羽翼壁画，把答案指向了他。怪物破门以后，我们要么等死，要么打开气闸，而气闸后面恰好有一艘所有人都能找到的船。一个巧合算巧合，2个算运气，3个、4个、5个呢？还有实验区办公区那幅人形羽翼壁画，它边缘的蓝色痕迹尚未凝固，绘制时间晚于入口处的旧壁画，不可能是早已死亡的研究员留下。能完成那幅画的东西拥有极高智力，他先把我们诱去休眠区，再追安可进入维修区，最后逼我们打开气闸。叶林，你是想说有人一直在安排这些？不是有人，而是有神。我一直在想他究竟想干什么，答案只有一个，他需要我们登船，需要我们带着他逃出这里。贺征，杀了他们，那个怪物就在他们之中。不，我们不是怪物，别听他乱说，他就是想抢我们的分儿。叶林，是不是弄错了？黄良救过我们，那东西也可能藏在船里。全是骗人的，他杀完我们就会说你们也是怪物。我确定自己不是怪物，也确定他们2个没有问题。你要怀疑，至少给我一个理由。1分钟后，手雷就会炸毁控制台，要么一起死，要么现在出来。欧阳，救车！让黄良去救人，也是在给他寄生、继续隐藏的机会。只有把他带上飞船，我才有一个能控制的战场。14人的难度，超过150分的奖励。我不知道能不能做到，但我只能赌。黄良，拦住他，给我10秒。何征，交叉火力。贺征，3秒不到，我们就彻底输了。就算暴露实力，我也只可能多撑2秒。黄良，拖住他，其他人抓紧固定带。叶林，我拖住他，但你一定要把他们……不到半秒。那个，别管他们了，快开门！凭什么？凭什么让我们一次次进来送死？该死的原虫！惩罚考试，就真的不可能活下去吗？明明只要活过这一场，我就能靠着它找到那个答案。
白痴，我的手好吃吗？我怎么可能炸毁控制台？还看个毛！快来扶我一把！第一，考生叶林击杀特殊异种阿莱西，获得90点分数奖励。第一，考生叶林完成隐藏试题，完成进度21%，请在返回后查看奖励和详细信息。90分不只因为他难杀，大概率还和隐藏试题有关。21%就有90分，完整题目究竟是什么？可惜了，如果再多撑一会儿，他们也许不会死。你这场拿了多少分？150分以上，系统提示超过单回上限，具体奖励要回去才知道。第2轮考试结束，所有异种已死亡，系统将根据考试表现发放奖励分数。因第2轮考试题目变动，本场考试不再设置第3轮，结束后自动扣除基础分。传送开始，剩余停留时间10秒，请所有考生做好准备。本场最终幸存人数6人。叶林，快！现在选择回去，他们2个还活着。轮回空间能修复所有伤势，怎么把他们带回去？带上他们，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行，然后选择立即回归。3、2、1，回归。航向校准。6个，系统说活着回来6个，黄良和贺哥真的还没死。黄哥，你能听着不？检测到考生伤势严重，系统自动开启修复功能。修复功能将按照伤势程度扣除相应分数。请选择修复模式：完美修复或简易修复。完美修复。叶林，不要选完美，选简易。为什么？完美模式太贵了，简易修复就能救活他们。如果他们身上的分数不够，完美修复会把分数扣成负数，分数一旦为负，系统会直接抹杀，到时候不是治不好，是治好了也会死。修复模式已确认。你到底是谁？我承认我不是新人，但我也只经历过1场考试。1场？你当我没发现维修区门口那头异种？什么？没有枪，单对单，直接杀掉一头异种，连贺征都做不到。你至少获2场以上。杀一头怪物不能证明。黄良那边死人的时候，我们为什么没收到任何提示？因为两边分开计算，既然分成2支队伍，就不可能没有队长。你是另一边的队长，除了你，还能有谁？而且，你在系统评价里应该是最强的人，不然他们第1轮没有理由直接碰到神。好吧，既然如此，我也没有必要再瞒。我不是只活过2场，是6场。6场？你已经活过6场考试了，那你为啥不帮俺们？林雅、黄斌，还有那些死掉的人，你明明能救，你活了6场，你要是肯多出一点力，俺们咋会死那么多人？张铁，他不出手，
不一定是不想，也可能是实力受到了限制，或者已经消失。最后一次机会，不要试图欺骗我。你知道我要什么？再骗一次，我不会给你第二次机会。林哥，他是可恨，可也不能开枪呀！我没打算杀他，我只要他说实话。你可以继续拖延，可下一枪我不会再留手。林哥，第一场我只是普通人，自然要表现得和善一点。可既然已经回来，就没必要再演了。3，我没有，我已经全说了。2，为什么留着我更有价值？我知道的规则只会比贺征更多，这些经验对你没有好处吗？好处？你知道的多，可跟你带来的难度相比，不值一提。如果没有你，上一场的信息不会乱成那样，考试难度会按场次计算，留着你，下一场只会更高。我不会再提高难度了，这一点我没有骗你。如果还会把难度抬高，下一场我也会死，这件事我不可能撒谎。叶林，什么情况？老子一睁眼，你小子就在泡妞？所以我们回来了，考试全结束了。黄良怎么伤成这样了？还有那头怪物，最后是谁杀的？系统说题目变了，所以没有第3轮。你和黄良昏过去以后，林哥把那头特殊异种杀了。他怎么杀？枪都打不死那玩意儿。他咬住林哥右臂护具的时候，把藏着手雷的护臂也吞了下去。可林哥早有准备，手雷从他体内引爆，那怪物当场失去行动能力。拿自己骨折的右臂当诱饵，你他妈是真敢赌！我操！怎么会有118分？扣完还有53，隐藏奖励30分。老子这次表现这么牛，触发隐藏奖励了。贺哥，隐藏奖励我们都有。都有？我第2轮本来只有30分，前1轮也没加分，但是隐藏试题给了30，协助击杀又给了6分，扣完60分，我还有26。操，玩命还不如你走狗屎运。那你呢？基地里那些异动到底算不算你杀的？算，但不是亲手击杀，系统扣掉了一部分。9个神，221只异动，只给了72.1。壁画和题目都指向11个神，少掉的2个是没死，还是在我们离开以后才死？系统没有解释。9个神，推进器喷死的2头应该高一点，基地里那些1头5分，普通异种0.1，正常。你是新人，这算之后还能拿0头，不然换颗核弹进战场，一炸刷几过分，系统还玩个屁。2轮至少40，前面14只异种，再加隐藏30，你至少210分，扣掉60基础分也有150，不止，总共302.1，扣掉60，结算值是242.1。超过150分以后，系统提示突破单闯上限，系统实际扣走90分，换成了一个 B 级评价。这个评价有什么用？能不能重新换回分数？老子听都没听过。可以换，但绝对不能换。B 级评价要是返回分数，才是真正的暴殄天物。你知道怎么用？知道。给我一点时间考虑，待会儿我直接去找你，把用法和我的秘密一起说清楚。他会开房间，他真不是新人。他说自己活过6场，不过实力全消失了。操，难怪上一场难度那么大，感情都是他把场数带上去的。活了6场却一点强化没剩，难不成买了替死傀儡？替死傀儡是什么？这里还有免死的东西？也不算免死，200分一个，用完以后，如果在考试里死了，可以回到第1轮复活，但复活后所有强化都没了，200分换一次回到起点，下一场照样可能死。200分，这还不如把自己变强。安可应该不是这种情况，如果他的强化全没了，就不该还能徒手杀掉异种。兑换系统在哪儿？
把手伸进漩涡就会出现光幕，不过你最好别现在换。为什么？回到大厅以后，我们有3天休息。第2天晚上，系统会提前给出下一场考试的信息。你现在的分数和 B 级评价都很值钱，换错一种能力，亏的不是几分，是一条命。等知道类型再针对着换。考试类型有多少？大致5种：末日、超自然、灵异、魔异，还有特殊事件。我们上一场应该就算末日类，只是考试范围小，没真正接触到外面。前2种还好，虫巢、丧尸、肯拼命、武器对路，总有活路。灵异场景碰到鬼，物理攻击大多没用，没有符纸、桃木剑剑之类的针对东西，我们只能逃。魔异和特殊事件呢？我没碰到过，只听别人说过。我只知道他们不会比灵异事件安全，而且可能连针对什么都不知道。所以我很少兑换枪，末日场能减。后3类拿着枪，可能死都不知道自己怎么死的。我们下一场会碰到后3类吗？不一定，实力越强，难度越高，场数越多，撞上后3类的概率也越高。这里像磨盘，停下来会被碾死，只能一直往前跑。先不说这些，我带你们选房间，1人1个，选好就不能换。门后是什么，全看你们最想要什么。这门后头咋是一整座小区？这里不是轮回空间吗？哈哈哈哈，很吃惊吧？老子第一次看见的时候，比你们还傻。以前有人把房间弄成皇宫当皇帝，有人造体育馆，天天给自己办演唱会。老王最舍得花，买了一堆跑车，回来就带我们飙车。赵萌弄了艘游艇，我们在海上钓鱼、吹风、吃大餐。那他们呢？咋没出来见见？别问了，人都死了，还能去哪儿？一个被虫子咬死，一个掉进缸水里，再也没出来。剩下几个分数不够，被系统抹了。死的时候还托我给他们爸妈带话，一群白痴，也不想想老子能不能活到出去。贺州，你怎么才回来？是不是又出去跟人打架了？你再打架，我把你耳朵拧下来！没有，真没有。我不是说了吗？最近跟了个老板，给他看场子，活轻松，钱还多。别拧了，想吃什么？我带你去。这是杨巧，我初中在外面混的时候，他就跟着我了。我爹妈不管我，那时候天天住他家，说是女朋友，其实跟老婆也差不多。他看不到我们，也听不到我们在说什么。门里门外像2个世界。捏人的时候，可以选择他能看见什么，听见什么，也可以修改记忆，把记忆固定在某个时刻。这里只能创造1个人，人只能捏1个，剩下的都是场景 NPC， 死板得很。只要不是非人类，系统都能复制出来。场景长、宽、高都不能超过10公里。海岛、皇宫、城市，想弄成什么都行，只要不是非人类，系统都能1比1复刻。想给什么记忆就能给什么记忆。不过我劝你们最好还是选一个最想见的人，心里有个牵挂，才会多一点活下去的念想。第1次创建就固定，第1次免费，以后想重新捏人要50分。房间里也能兑换东西，相当于私人地盘，没有许可，别人进不来，兑换的东西也能存在这里。但你这个房主要是死了，下场考试前，整个房间都会刷新掉。行了，你们去选自己的，老子刚回来，别耽误我们过2人世界。你又在那儿自言自语什么？没什么，走，吃饭。林哥，那我们先进去了。好。最喜欢的地方，最想见的人，我想不到我会为了谁活下去，也许只有我自己。我是孤儿，从记事起，我就在这里接受训练，进食、休息、筛选，每天都是同样的循环。
被带走的人不会再回来，没有人询问，也没有人敢询问。组织不需要名字，只需要最后留下的合格者。组织存在了数百年，拥有惊人的财富。所有人似乎都因一个秘密联合在一起，像幽灵一样藏在各地。他们在找一座墓，也在找一个答案。组织已经找到那座墓，你是唯一的合格者，只有你可以进去。系统，查看兑换列表。这就是系统兑换。1021138条，一页20个，靠翻页根本看不完。0阶就对应训练有素的士兵，加上速度、力量和特殊能力，大致是人类极限。15分就能把普通人推到这个层次，分数比我预计的更值钱。血族始祖位阶已经达到 S 级，深渊君主是足以辟合上帝的地狱之主。如果连这种概念级血统都能兑换，那他究竟能做到什么程度？考生权限不足，无法查看 A 级及以上内容，当前权限 B 级。A 级以上被锁。我手里的评价抬高的原来不只是结算等级，评价没有减少，只要拿到，权限就会自动提升。系统界面明确写着135，如果按后续125的口径往上推，每升1级就是3倍。离开轮回需要1200分，和1175分只差75。如果不是巧合，是不是只有强化到接近神的境界，才有资格出去？信息不够，现在只能算一种可能。同样是血统，修仙者需要灵力、符咒和法宝，强化路线不同，后续要搭配的东西也不同。B 级已经不是普通人的强化，随便一种都足够正面解决之前的异种。D 级是普通人的极限， C 级开始质变，出现真正的特殊能力。B 级已经能单独改变一场战斗。普通人拉到兵王大约20分，拉到小恶魔的身体水平大约30分，方便，但性价比最低，只适合分数不足，只能一点一点保命的人。东西太多，要是有搜索功能就好了。搜索功能已开启，请自行查看。早出来，我就不用一页一页翻。不只可以查兑换物，任何信息也能搜索。查询可控核聚变的完整理论资料。理论资料只要1分，成套设备却要200分。对其他人来说，1分也该拿去变强。可我活到现在，不是为了兑换一把更强的枪。如果系统真的知道一切，那座墓里的答案也应该在这里。系统，我要查询现实世界中北纬31度2、东经104度的坟墓里死的究竟是谁？信息检索中。放下手里的东西，双手抱头，立刻后退。从出生开始，我就被当成打开这里的工具。卫队接管以后，我直到进囚所，也没看见门后是什么。问题检索成功，本次消耗5分，是否确认解锁？
查询失败，该信息等级为 A 级，请在提升至 A 级权限后进行查询，消耗分数将自动退回。开什么玩笑？答案已经搜出来了，只因为权限不够就不让我看？不是帝王，也不是任何已知的大人物，穆小道连1级信息都未必算不上，除非光是知道死者的名字，重要程度就等同于七魔神。叶林，我可以进去吗？你怎么了？评价和权限挂钩，对吗？ A 级评价要怎么拿？挂钩。你刚才想看 A 级兑换？回答我。想拿 A 级评价，必须通过特殊类型的考试。准确说 ，C 以上评价通常都只能从特殊考试里拿。所以你第一场就得到 B 级，本来就不该发生。东西带来了吗？带来了，但我考虑过，我们可以合作。你有 B 级评价，兑换后战力会很强，我会把知道的告诉你，但你要保证。你没有资格跟我谈合作，你只需要告诉我秘密是什么，我会判断它有没有用，没用你就走。这封信里有轮回的真相，我们也许能知道这一切为什么发生，系统最大的秘密是什么。就这？你不想知道系统究竟想做什么？为什么把我们抓进来送死？培养神，或者筛选神，这是我目前能想到的可能。但他究竟想做什么，和我没有关系。我只关心一件事：我们要怎么活着出去。说完 B 级评价怎么用，你就可以走了。等等，你可以不在乎轮回的真相，可你不想知道这封信是谁留下的吗？它的主人是唯一一个离开过轮回的考生。把你知道的全部说出来。还有，你凭什么确定他真的出去过？又凭什么确定只有他一个？因为系统说过，每逢重大事件，系统都会向考生发公告。那个人离开时，所有当时还活着考生都收到了通知。有人激动得不能自韦，甚至嚎啕大哭。至少他证明，真的有人能从这里出去。贺征听过，你可以问他，但他进来的没那么早，未必赶上那次公告。我确定信是他留下的，还因为另一件事，我就是靠他留下的一件东西，才从第7场活下来。那件东西，让你从第7场强制退出。不对，如果只是一封写着真相的信，你根本不需要评估我的实力。你也没必要把原件带来，能用嘴说完的内容，不值得你冒险交到我手里。所以，信不止一封，他留下的东西也不止一件。这些信像一张拆开的藏宝图，要一封一封找过去，才知道轮回真相。而每一封信附近还可能留着他用过的东西，否则你不会把真相和合作战力绑在一起。你受过惩罚，系统强化全部消失，可你没有兑换分数，仍能单独杀死异种。你现在还能用的力量，只可能来自那个人留下的东西，所以你才怕别人知道，更怕别人抢。那些遗物不只是力量，也不只是真相，他们很可能是一条能复制他走过的路。至于是复制他的强化，还是复制他离开轮回的方法，现在还不能确定。我承认，信不只有一封，他留下的东西也不止一件。我带来的这一封是第2封，这些东西都可以让给你，只要你保证我的安全。我知道怎么用那些遗物，也知道后面的考试有多可怕。第7场，没有他们，我们活过第7场的机会几乎为零。你怕我拿走信，然后绕过你，自己去找剩下的东西。
唯一出去的人，故作神秘留下许多信，再把几件宝物藏在不同考试里，等一个有缘人来找。有缘人沿着蛛丝马迹一点点变强，一点点解密，最后找其真相，团结所有人逃出去，迎着阳光，所有人一起笑。太老套，老套的像一本小说，像最标准的商业剧本。可遗物真的救过我，系统公告也……我没有说遗物是假的，我说的是，他留下这一切的动机未必像你想的那么好心。一个唯一能活着出去的人，不会无聊到专门培养继承人。相百比善意，我更像这个陷阱。他在布局什么，与我无关。最好的应对，就是不去碰。就算这一切都是真的，我也只相信自己，我会走自己的路。可是，如果那个人知道真相以后，就死了呢？如果他向系统问完轮回的真相，留下这些信之后，就毫不犹豫地自杀了呢？他已经出去了，却在知道答案以后选择两截自己。没有犹豫。那就很有意思了。他通过了那么多场考试，心智不可能脆弱，实力至少接近 A 级，甚至已经像神。他明明已经离开，以那种力量出去后也许能活几百年，甚至更久。他明明有能力弥补所有遗憾，可他为什么要做出这种选择？所以你找这些信，不只是为了恢复力量，你还想知道究竟是什么答案能让他绝望到做出这种选择。对，如果我们拼死走到最后，也听到同一个答案，那时候我们该怎么办？他既然留下信，也许是在告诉后来者还有别的选择。也许他做错过什么，走错一条路，留下这些是不想让后来者重蹈覆辙。他没有把答案写在同一封信里，也可能是因为系统不允许直接泄露，所以才把信息拆开，藏进不同考试。这只是我们的猜测，但自杀让这些信有了必须查的价值。第三封信在哪里？考试由系统随机安排，我们怎么去指定场景？正常考试不能指定，但这把钥匙可以让我们强行进入一场特定考试。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家卷考，里面不只有下一封信，还有那个人留下的遗物。现在就进去。我建议先正常度过下一场，等我们多一轮分数和强化，再用钥匙把握更大。这样就是2场正常，1场加考。在第4场最容易出现高难考试以前，先拿到信和遗物强化自己。不是避开第4场，是让我们在第4场到来前活下来的概率更高。对。你靠什么从第7场强制退出？那是我先拿到的第1件遗物，它确实救我强制脱离过一次。它现在在哪儿？还能不能用？你没说。我能明确给你看的是第2件。这是灵异场景的遗物，使用以后可以让鬼附在我身上，短时间借给我力量。我没有分数强化，体质太差，能承受的力量有限，也许再用一次我就会死。先过下一场，再进钥匙里的加考。B 级评价到底有什么用？你自己不可能试出来，问系统也没用。他连可控核聚变都能回答，也能找到现实中的墓，为什么不能回答自己的规则？系统知道很多事，却不会回答关于自身的问题。只有像那个人一样，在最后离开时，才有一次让系统回答任何问题的资格。正常考生拿到 B 级评价以前，早就兑换过血统，系统会在那时主动开启评价用途。你拿得太早，
一个血统都没有，系统自然没触发说明。所以，评价和血统有关。除了无消耗提升权限，它还能把2个不同的血统融合在一起。我现在的分数只够兑换1个 B 级血统，第2个 B 级至少还要再过几场。既然其他人以后也能拿到评价，我只是拿得早，优势在哪里？你为什么一定要买2个 B 级 ？C 级的分数足够你一次换2个，选2个互补能力，马上补齐短板。下一场拿到更高分，优势就会继续滚大。我看过 B 级和 C 级的差距，2个 C 级加起来未必比1个 B 级强，而且 B 级起点更高，后续潜力通常也更大。为了组合牺牲上限，不划算。正常情况下，你说的对。可如果有2个 C 级，本身就能比拟 B 级，甚至更强呢？系统不会白送这种好处。所以巧合就在这里，这2个血统单独兑换，副作用都大的没人愿意选。可这2个血统的能力正好互补，融合以后战力甚至才能比 B 级更强。上限呢？都能继续强化到 S 级，起点不输 B， 组合以后更强，成长上限也没有被锁死。我知道这听上去太巧，可他们的条件、短板和成长路线几乎都对着你，像为你量身定制，专属于你。量身定制，专属于我。一个是暴龙基因，另一个是观察者。暴君基因是 B 级，它和丧尸变异有关，肉体强度接近同级上限。A 级还有尸皇、病毒君王、畸变体3条路线。我说的是它的 C 级实验体，强度比完整暴君低一些，但仍远超过普通 C 级，45分，大幅强化身体，附带再生和暴走，后续还能正常进阶到 B 级暴速基因，不会断掉成长路期。副作用呢？极易失控。进入暴总后，他不会分辨敌我，只有杀死所有目标，理智才会恢复。不是变得冲动，是会把同伴也当成目标。对。所以第2个观察者是拿来压制暴走的。观察者也是 C 级，但它很特殊，不强化任何肉体。那他用什么换走这部分强度？洞察力，还有强制进入第3视角控制自己的能力。这项能力的效果接近 A 级，它能让你从自身情绪里抽离，免疫大部分外干扰。暴君负责身体和再生，观察者负责在我失控时把控制权拉回来。理论上是这样，真正融合以后会发生什么，我不能替系统保证。观察者进阶到 B 级会获得精神类攻击，到了 A 级进攻手段会更多。不行，你一旦先兑换 B 级，能与它融合的第2个血统也必须是 B 级， C 和 B 不能直接融合。2个 C 级各45，一共90分。更重要的是，融合以后，系统对你的血统评级仍然是 C 级。以 C 级身份做出接近 B 级，甚至超过 B 级的表现，系统会把我当成表现更好的弱者。至少按我以前看过的评价方式，更容易拿到高分。不是固定加成，但优势会比别人更大。低评级只是外壳，真正的战力靠互补。所以我才说他们适合你。就算没有暴君，观察者本身有什么用？灵异考试，很多人不是被鬼直接杀死的，他们先被恐惧逼到崩溃，最后活活吓死。一旦失去理智，身体再强也没有用。观者者至少能让你保持清醒。兑换列表里有很多克制鬼的道品，那些道品都没有用。贵，而且所谓克制，很多时候只是让他停几秒。以你的经验，鬼杀不死？我经历过的灵异考试里，鬼是无解的，至少我们没有找到杀死他的方法。唯一能活下去的办法，是找到他。找到什么？抱歉，我说不清。如果我知道该怎么活，我们第7场就不会团灭。
那一次，我们连半点反抗的能力都没有。你当时怎么死的？碰到的又是什么鬼？我记不清了，也许是强制脱离的副作用。那场是禁鬼，不到半个小时，8个人死了6个。第2封信也是在那里找到的，然后我好像死了。再醒来时，我已经退出考试。死亡和退出谁先发生，我不知道。拿到信的瞬间，禁鬼就找到你们了？没有。衣柜里有镜子？也没有。都没有。那你看见了什么？衣柜里没有镜子，但我们的眼睛也是镜子。我知道了，这套方案我会考虑，等下一场考试类型公布，再决定换不换。叶林，出来吃饭了，我老婆做了大餐。上一场跑了那么久，你们都不饿吗？腿受伤了，明知故问。不处理吗？不，只要腿一痛，我就能记起你这个混蛋。说实话，实话就是我1分都没有，拿什么治？考生叶林向考生安可转让分数，请查收。不用谢。我操，不是你们俩这么快就好上了？贺征，你话很多吗？行，我不说。安可，你腿上还有伤，先养着。0.1，叶林，你怎么能只赚0.1？招待不周，不算丰盛，你们别嫌弃。这还不丰盛？老婆，别忙了，一起吃。贺哥，这已经比我在外面吃的都好了。还有这么大的龙虾。这算什么？以前老王他们花2分换过一条海龙鱼，味道鲜的能把舌头吞下去，吃完以后力气还真大了一点。2分就为吃一条鱼，那也太贵了。所以老子才没换。这里每1分都是拿命拼的，能省就省。我把房间做成这个小区，也是不想花分买饭，在这里用现实的钱就能吃。第1场换的100万，到现在都没花完。叶哥、黄良大哥、张铁兄弟，还有安，叫我安可，我比你还小。那就谢谢大家。上一场我没什么用，没有你们，尤其是叶哥不出手，我可能早就死了。这杯我先干，真的谢谢你们。不能喝就少喝，胆子小很正常，谁第1次进来不怕死？可下一场、下场，你要还适应不了，就没人能一直帮你。还有你这次拿到的分，千万别乱花，以后能不能活，就靠这些东西。没事，我会保护你。不只是你，我会尽力保护这里的每一个人，这是我的职责。叶林，不管你怎么看我，在我眼里，你和大家一样。另外，谢谢你救了所有人。不用谢，我做那些也是为了自己。你也出了力，让他们感谢你就够了。你不喝，酒精会影响判断，这里不是适合放松警惕的地方。都是一个队的，有什么好谢来谢去的？以前大家穷，想挑都没得挑，现在每个人手里都有点分，强化就不能再各买各的。以后按分工来，谁负责什么就补什么能力，尽量别换重了。这件事我没意见，但我有另一件事想先和你商量，等吃完饭我们单独谈。这件事关系太多人，不是所有人，所以我们必须尽快决定。淡淡的消毒水味儿，说吧，你发现了什么，或者要我做什么？我发现了一个兑换道具，它能无视距离，只
只要知道名字，就能直接打通1分钟电话。有这1分钟，我们就能联系外界，告诉他们这里是什么，里面还有谁活着。我有57分，只要你肯借给我，我们加起来就够了。而且这件东西只有你有权限兑换，所以我需要你的帮助。猜到了，就知道你会说这些。你也发现了，那你如果我不同意呢？为什么？是因为借的太多？那就50分，剩下的我向其他人借。我会还，以后每一场拿到的每1分，我都先还你，双倍，不，10倍也可以。还？你拿什么还？你把57分全花掉，没有任何强化，下一场靠什么活？一个死人写的欠条，值多少？更何况，把消息传出去，对我没有半点好处。联系上外界，也许不能立刻救我们，可上面一定会想办法。只要你愿意配合，出去以后，你的罪名可以全部消除。你想要什么，我们也会尽可能满足。罪名，满足我。荒凉，你知道现实里的钱在这里有多廉价吗？1分只能兑换100万现金，20分却能买到可控核聚变的全套工程图纸。这套技术回到现实值多少？1000亿，还是1万亿？至于罪名，只要我能出去，我就是神。财富、身份，你承诺的那些东西，我自己就能拿到。真有我想要的东西，大概也只有那个答案，可他在这里一样能找到。等等，叶林，就当帮我一次，可能是我没说清楚，也可能是你根本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。来的路上，我听到过那些，听到的都只是皮毛。轮回不是6月才出现，从1年前起，各地就不断有人失踪。最初案例分散，人数少，我们没有意识到这是什么，只想避免引发大规模恐慌。等公开求助信息遍布各地时，失踪者已经超过10万。今年已有数百万年轻人失联，到今年，失踪已经不再是各地彼此孤立的个案，每个区域都在等待同一个答案：人去了哪里？你知道那次第1轮结束时临江发生了什么吗？临江各处聚集数万名家属，他们都在等待失踪的家人回来。下午3点53分，漩涡出现，第一批失踪年轻人被系统送了回来，没有一个能站起来，急救信号很快全部归零。我看见一个母亲守在自己女儿身边，医疗队还在抢救，她怎么也不肯松手。周围的医护人员没有停下来。妈妈就在这儿，妈妈就在这儿。从那天起，我们联合各方，不惜一切代价寻找救援方法。远程探测设备一批批失效，可救援没有停，新的设备和方案还在不断送来。我们结合所有记录，才逐渐推算出能够进入的条件。具体的年龄和身份限制，至今没有完全查清。叶林，我们真的死了太多人。哪怕什么都不说，哪怕1分钟里只来得及说几个字，只要让外面知道这里面还有人活着就够了。剩下的交给我们，交给上面，我们会不惜一切代价救所有人，就当帮帮我，也帮帮外面所有人。哪怕早1分钟，早1秒把消息传出去，大家都会多一份希望。我能明白你的痛苦，但与我何干？与你何干？怎么可能与你无关？他们会哭会笑，和你一样都是活生生的人。叶林，只要你肯帮我，我的命就是你的。下一场你要我去死，我不会眨眼。我可以不出来，我下一场就把分全部还给你。
叶林，你真的一点感情都没有吗？若只是举手之劳，也许我会打通电话，可现在不会。我没有骗他，这已经是我能给的最大善意。我没有错，活着不该有错。妈的，也不知道这次是什么类型。老天保佑，来个简单的，别他妈再搞老子了。我的场次应该被重置了，不然上一场不该和叶灵匹配。可这不代表绝对安全，极小概率下，系统仍可能把难度跳到第7场。真跳到第7场，我们是不是都得等死？除了叶灵，也许没人有机会。不会的，我们这次有分，也有林哥在，活下去的希望很大。第2场考试类型已抽取。本场考试类型：生存。考试场景：现代、末日、丧尸危机。发了，叶林，咱们这回真发了！打丧尸还他妈是生存类型，这不是白送咱们刷分吗？生存类型很简单，不算最简单，但肯定不是最难的。这种考试说白了就是玩命，能活就活，活不到规定时间就死。我以前就过一场，老子一刀一个绿皮虫，从城里砍到城外，整整3天3夜没眨眼。生存类型相对可控，看样子上场的高分没有让这次难度提高太多。但如果进入点在市中心，我们开局就可能被大量丧尸包围。围就围，老子直接换加特林，一人1挺重机枪，再弄几门火箭炮。你们看过系统的精英版加特林没有？一发子弹能打爆一辆车，每秒6000转。管他多少丧尸，一轮扫过去，统统镇压。再来一发火箭弹，一炮轰死一群。我不建议兑换现代武器。啥？你担心他们不会用？我的房间复刻了巡安宿舍，靶场也在。如果只是操作问题，可以过去训练。不是不会用，是太浪费。下一场确实适合枪械，但之后呢？第3场、第4场，你敢保证这些枪还有用？我不是反对科技类武器，场次增加以后，系统会刻意限制科技类威力。有些考试里的敌人甚至能免疫科技类伤害。为了这一场，把大量分数耗在枪和弹药上，太蠢了。那你说怎么办？真把咱们扔进尸群，一人拎把砍刀往外冲，就算天王老子来了，也得让丧尸啃干净。你也别说全换身体素质，除了叶林，咱们把分花光也不过跑快点，力气大点。换飞行背包，再换解毒剂，剩下的分数全部用于血统。飞行背包2分1个，续航10分钟，最高飞行高度200米。就算出生点在狮群中心，这10分钟也足够我们离开包围圈。武器可以进入场景以后再找，只要开局难度没有直接拉满，我们就有时间接触当地人，寻找枪械。先花最小代价避开最大风险，再考虑杀敌。生存考试的第一目标是活到规定时间，不是看见能刷分就先想着打打杀杀。叶林，你觉得呢？可以，2分换一次脱离包围的机会，划算。延缓病毒发作24小时的药剂2分1支，彻底解毒的5分1支。如果这场停留时间不长，粗略准备每人3支应该够用，实际数量还要等任务期限公布。如果我最终按计划兑换暴君试验体，或许能替我省掉这部分。不过感染规则没公布，不能把也许算成必然，已经能落地了，
但你落脚还在避让，伤没有好。我没有分数了，所以我想先向你借10分。买什么？个人急救工具、飞行背包，还有能在场景里流通的现金。我不买自己的解毒剂，我现在很难参加正面战斗，就负责场景交易和情报采购。进入以后，由我向当地人购买武器、药品和情报。考试结束，我进入可能双倍还你。安可，要不后勤让我来吧，我胆子小，真打起来也帮不上忙，就算换了能力，可能也是浪费。可以，背包、药剂和公共物资由你负责兑换。你的10分不跟他混，只管个人飞行、急救工具和场景交易。考试结束，所有人按实际消耗补你积分，谁用了多少记多少。不用补，林哥，真的不用。上场要不是你们，我早就死了。我只是想让自己多少有点用。你的分就是你的，能从上一场活下来，也是你的本事。我会还。不还我就打死你。这句可以不补。哈哈，这才像你俩谈买卖。先说好，我换近战，你们别再搞一个跟老子重款的。按抗揍，安全防守。我负责远程，其余位置配合叶林。遇到未知规则，由他统一判断。就是他，老子眼馋他很久了。兑换血图 C 级奥丁战士，本次兑换消耗45分，是否确认？确认。贺哥，感觉怎么样？好的不能再好，老子现在感觉一斧子能劈爆一辆坦克。叶林，说真的，我得谢谢你。我从没想过自己也能换到奥丁战士。第一场拿不到分，后面就只能拿命去补。越弱越赚不到，越赚不到越弱。我不会说好听的，以后你让我冲，我就冲；要我断后，我就断后。真想谢，等我强化完，陪我测试。测试？怎么测？看你能撑多久。查看 C 级血统，暴君实验体，观察者。血统名称：暴君实验体，战力等级2阶，超凡加。系统评价：来自实验室的人工产物拥有毁灭般的力量，作为代价，你将杀死自己。血统名称：观察者，战力等级2阶，超凡加。系统评价：观察过去与未来，但你也许会死在今天。这两个怎么看都是敌对的，真融在一起，不会把林哥撑炸吗？而且那个东西已经不像人了，林哥强化完，不会也变成怪物吧？不会，除非是变身类，否则血统强化通常不改变外表，最多影响一部分心智，让性格逐渐接近血统本体。同时选择融合。继续。强化完成，本次消耗90分 ，B 级评价1个，权限等级保留。叶林，叶林，听见没有？叶林，林哥，我没事。融合成功。成功。强化结束时，我的思维全消失了，只剩下生物本能。他喊我的名字，杀意就被引爆。如果观察者没有及时压制暴走，我会杀光这里所有人。我操！你管这叫没事儿？你那一拳再往前一点，老子就算有系统保护，也得被打成肉饼。那个，你刚才说的测试还打吗？不用，以我现在的力量，你撑不住。打完还要花分治疗，没意义。
观察力不是简单看得更清楚，肌肉先动，动作才会发生。你右肩发力，下一步会先退半步，再把左斧横在胸前。第三视角还能让我从身体之外观察整片区域，它不强化肉体，却改变了战斗方式。暴君实验体本来就远超普通 C 级，接近 B 级，两种能力一攻一压，融合后仍有系统评为 C 级。我现在大约2阶，贺征是1阶，这1阶的差距，相当于普通兵王面对超凡者，不是多练几招就能补上。行，测试取消。以后你暴走，老子负责站远点喊你名字。名字可能是触发，不是解法。下一次别试。听见没？都别愣着，该兑换的赶紧换，别等他再挑个倒霉蛋测试。这就是你花25分换的武器？妈的，我全身装备加起来都没它贵。远古之链，硬度高，大小能随使用者调整。附带燃血伤害和1次冲刺能力，真正值钱的是自毁。自毁还值钱？摧毁剑身，释放残留的古代力量。系统给出的威力足够夷平一栋楼，相当于2阶高级的全力一击。持续伤害、位移、终结，一把剑全有。代价高，但适合我。砸向之后是40分，远古之刃25。留下15分应急，下一次把双 C 补到双 B， 还差180分。按单场最多150分算，现在不能花光。叶兄弟，黄桃味口粮你爱吃不？俺多拿2包。是安可让你换这个的。俺问他啥罪扛揍，他就推荐了英雄变身。俺不会打架，寻思能扛就行。就是俺咋变回来？默念取消，不过一直保持也可以，挺可爱的。贺征叶林，这个拿着，翻译器1分10个，可以翻译99%的语言。如果考场语言通，至少不会再出现上场那种交流问题。系统里还有这玩意儿？早有这个，老子前几场就换了。正常经历几场以后，都该想到找通用工具。还有5的车辆精通，兑换后自动掌握各类车辆驾驶。5分的语言精通，连外星虫子的语言都能听懂。另外，我还准备了。第2场考试即将开始，请所有考生做好准备。倒计时22小时49分。这么早就提醒，系统这是等不及给咱们送分了。安可，你刚才还想说什么？还有这些。系统这里宝石比黄金便宜，通用性也不错。进入考场以后，可以拿它们和当地人交换武器、药品、交通工具或者情报。点火棒能用1000次，后勤通用开锁器、微型照相机、净水片也都备了。这些东西都便宜，平时看不出战力，可真缺一件，很多时候就会被一扇门、一口脏水或者一条无法留存的情报卡住。我之前还觉得自己算老人，跟你一比，老子前几场真跟新兵蛋子没区别。很细，谢了。按他先前的说法，鬼附身发圈再用一次，近乎送命。他现在没有那张保命底牌。给我。你没有把10分全用来强化自己，后勤做的也比我预计的完整。拿着，下一场我不可能每一次都在你身边。这把枪给你在考场里自保，其他事不必现在谈。安可，叶林，这场主要看咱们3个，你顶核心，我和张铁扛正面。妈的，
只希望别一进去就掉进狮群。胡家呢？胡家人呢？贺哥，胡家好像回房间了。他说一晚上没睡，想回去躺一会儿。就那还不赶紧把他交出来！超时不出来，系统会判他拒考。不止他要受罚，我们也得跟着吃惩罚。胡家，开门！要进场了，快出来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马上过去。我只是太困了。别说了，快走！胡家，张姐，求你别说出去，我保证不会有事，真的不会影响你们，也不会影响考试。你这不是睡觉，你这是……别说，求你先别说。你们两个还磨蹭什么？距离第2场考试开始60秒，还剩1分钟，再不回来，谁都别想进。先走。胡家疯了。10秒后开始传送，请所有考生做好准备。进去以后先报位置，别乱跑。先确认落点，再开背包，任何异常先报，不许擅自行动。本集播讲完毕，期待您的订阅、好评哟。